旅行者1号现在已经在宇宙中飞了44年10个月28天，235亿公里，这是最新的数字啊。这个数字你仔细看的话，让人感到非常的绝望啊，因为这么长的时间才飞了这么短的距离。把它和太阳系的大小做对比来看的话，这就意味着我们人类可能无法离开太阳系。如果宇宙是一个游戏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被困在了新手村啊。那么旅行者1号其实还有一个伙伴叫旅行者2号啊，这两个探测器是1977年 NASA 发射的，主要的任务就是拜访外太阳系的行星、卫星以及矮行星，还有柯伊伯带的天体啊。那么在完成这些既定的任务之后，顺便飞往外太阳系探索星际空间，往银河系的中心进发。顺便还给外面的生命带了一点礼物，就是他俩身上的金色唱片，上面有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我们的科技、文化，甚至是身体结构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啊。我们希望能在茫茫的宇宙中找到跟我们一样充满困惑的朋友。那么这项任务在我看来是人类除了阿波罗任务之外最伟大的深空探测计划，没有之一。它是人类智慧的代表，是人类征服整个太阳系走向星际空间的第一步，它是人类向整个宇宙发出的第一声呐喊意义非常的重要。其实从上世纪的60年代，人类就逐步的完成了首颗卫星升空、载人升空、空间行走、绕月飞行、绕金星飞行、绕火星飞行、月球探测器软着陆金星火星探测器软着陆，以及伟大的月球漫步。那么完成以上所有的事情，我们总共花了10几年的时间。不过说实在的这个时间真的很短，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在这10几年间像是开了挂一样不可阻挡。那么到了70年代，我们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这个内太阳系的这些天体的探测，但是外太阳系那些神秘的星球人类还没有涉足，所以我们就计划开始往外太阳系进发。先锋10号和先锋11号探测器是人类探索木星和土星这两个巨态气体行星的先驱他们分别是在1972年到1973年发射升空的，目前均已失去联系。在这两个探测器之后，也就1977年，我们发射了旅行者号探测器1号和2号这两个探测器的发射时间仅仅相隔了16天这项任务的伟大之处在于，这两颗探测器能以非常低的成本和非常节能的方式，通过176年难得一见的行星特殊几何排列，然后利用引力弹弓效应获得多次的加速可以将外太阳系的所有的行星还有它们的卫星来一次大清扫那么通过这次探测任务，我们就获得了大量关于外太阳系的信息，比如木星和土星的大气成分、它的环的结构以及4颗伽利略卫星的信息比如说这个木卫1上面有大量的火山活动它是太阳系中最为活跃的一颗卫星。我们还发现土星的卫星土卫6拥有浓厚的大气层，还有液态湖的存在，这一点就引起了科学家极大的兴趣。那为了获得更多关于土卫6的信息，旅行者1号就临时改变了任务更加靠近土卫6，进行这个更为详细的探测和拍照。那么这个操作也导致了旅行者1号的轨道发生了偏移，提前就结束了行星拜访任务在1989年就提前开始往星际空间飞行剩下的行星探测任务就只能交给旅行者2号了那么为了节省能量，旅行者1号就关闭了大部分的科学仪器，只保留了太阳风粒子探测仪以及宇宙射线系统。2012年，科学家就宣布了一个重大的消息，旅行者1号已经飞离了太阳风层顶，闯进了星际空间。这是大约距离地球185亿公里。太阳风层顶就是太阳风粒子所能触及到的范围，在这之外就是星际空间。探测器上的仪器能够检测到太阳风粒子的下降以及宇宙高能射线的增加。那么185亿公里这对于我们的太阳系来说是个啥概念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是不是有点绝望没看懂不要紧我给你解释一下图中标有1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地球，代表了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是1个天文单位 1.5 亿公里。土星是这个10个天文单位天王星和海王星也就数10个天文单位。标有100的地方就是100个天文单位，距离太阳150亿公里，对吧这可以理解吧。再往前飞个35亿公里就能飞出太阳风层顶，也就是旅行者1号在2012年这个所在的位置。那么现在旅行者1号距离地球235亿公里，大约是175个天文单位157个天文单位但是你再往前看，在1000个天文单位，也就1500亿公里的位置才能进入这个奥尔特云。按照旅行者1号现在的速度每秒17公里来看，那么想要接近奥尔特云至少需要300年的时间。进入奥尔特云以后，真正令人绝望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奥尔特云的位置延伸到了10万个天文单位就是说旅行者1号它想穿越整个奥尔特云至少需要3万年的时间3万年
这谁能扛住啊？这谁都扛不住，对吧？要是等旅行者1号飞离太阳系的那一刻，地球早已沧海桑田，不知道变成啥样子了。我们人类还有没有可能存在啊，都是个问题。要是我们人类坐上这样的航天器啊，往太阳系外飞啊，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就算我们飞出了太阳系，想要达到距离太阳系啊最近的比邻星，至少需要73600年的时间啊，这我们更扛不住，对吧？是不是很绝望？但应该知道的是，我们生活的太阳系啊，在宇宙中就像一颗尘埃一样不值一提。就是这颗不值一提的尘埃把我们人类困住了啊，所以整个宇宙啊，我们更是望尘莫及。所以前面我就说，人类想要真正离开太阳系啊，这样飞是不行的。我们除非玩一点骚操作啊，比如普通的化石燃料提供的动力，远远不能支撑我们离开太阳系。至少我们应该要掌握可控核聚变，提高飞行器的速度，对吧？这是最基本的。虽然光速无法超越，但是我们至少要接近光速，比如达到光速的90%，甚至是99%啊。那么以这样的速度飞的话，离开太阳系啊还是有可能的，对吧？但是离开太阳系以后啊，又会遇见新的难题。像我们银河系这样的普通星系，直径达到了10万光年啊。其实现在这个数据已经更新了啊，我们银河系的直径20万光年啊，对吧？就这个距离，我们就算以光速飞，人类也扛不住。所以我们还是要掌握这个穿越时空的能力，比如将空间折叠在一起啊，创造一个虫洞，对吧？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实现时空旅行，才能真正的实现宇宙旅行的自由。不过想要达到这样的技术谈何容易啊！就以我们现在的水平来看，穿越时空还是比较科幻的梦想。所以说，想要飞出太阳系，现在看来是比较困难的。但我相信，只要人类存在的时间足够久啊，只要这个给我们足够长的时间啊，我们肯定能够想到解决的办法，殖民太阳系，向银河系进发，甚至是殖民整个银河系啊，都是有可能的，对吧？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理论科学，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努力。